大家好，我是李如医师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件很多人心里都在纠结的事，那就是控糖。先说几个数字，如果你的空腹血糖经常超过7，或者餐后2小时的血糖经常超过10，那你已经站在了糖尿病的红线边缘，甚至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跨进去了。这不是吓你，这是事实。我在门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朋友了，拿着体检报告来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第一句话就是李如医师，我血糖高，但我真的不想吃药。有人怕针，有人怕药，一吃就停不掉，有人担心下半辈子都要跟药罐子绑在一起。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，真的。谁想天天盯着药瓶子过日子？谁不想开开心心吃饭，享受退休生活呢？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不管是刚发现血糖高，还是已经确诊的朋友，除了药物治疗，生活方式的改变永远是基础中的基础。而且对于很多糖尿病前期的朋友来说，只要做对了，是完全有机会逆转的。今天我花了很大的功夫，为大家整理了26个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做到的控糖细节。这些方法不花钱，不是偏方，都是基于人体生理机制的科学调整。有些简单到只是改变一下吃饭的顺序，或者多做一个小动作而已，含金量非常高。建议你先帮我按个赞，把影片收藏起来，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家人朋友，方便随时拿出来对照执行。好，我们直接进正题，不废话。这26个方法，我分成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3大类来讲，减。第一类，饮食篇 1，我们先从饮食开始。很多人觉得控糖就是少吃，其实不对。更重要的是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吃什么顺序。它方法1，饭前30分钟先吃点东西垫底，这叫做餐前复合法。在正餐前半小时，先吃一点低糖低热量的食物，比如半根小黄瓜、1小杯鲜奶或无糖优格，或者1颗茶叶蛋的蛋白部分。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你的胰岛系统提前发一个信号，告诉他注意了，大餐要来了，先热机准备。胰岛素提前开始分泌，等到你真正吃米饭、面条这些高碳水食物时，它已经准备好了。餐后血糖的波动自然就会平稳很多。顺带一提，这步还能稍微垫垫肚子，帮你抑制食欲，正餐自然吃得少一点。第一方法2，饭前嚼15分钟无糖口香糖。听起来奇怪，但确实有用。咀嚼这个动作会刺激大脑的饱腹感中枢，让大脑产生一种我已经开始吃东西了的错觉。等到真正吃饭时，你会更容易感到饱，不自觉地减少进食量。这是利用神经反射来控糖的小技巧，简单有效，不妨试试。胎方法3，饭前先喝汤，但要喝对。台湾人吃饭习惯喝汤，这是好习惯，但顺序很重要。饭前喝一碗清淡的蔬菜汤，番茄蛋汤或蘑菇汤，可以占据胃部空间，增加饱腹感。但有个大忌讳，千万不要喝勾了芡的浓稠羹汤，也不要喝炖了很久的白灼肉汤或鱼汤。那些白白的浓汤里全是脂肪和嘌呤，喝下去血糖控不住，尿酸也容易飙高。记住，是喝低卡清汤，不是喝油水。台方法4，吃饭时加点醋或柠檬汁，这是被很多营养学研究证实的佐餐秘密。这一餐如果要吃水饺、面条或米饭，不妨在菜里加一点醋，或者在水里挤几滴柠檬汁。醋酸可以抑制淀粉酶的活性，让米面这些主食在肠道里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变慢，从而降低它们的升糖能力。同时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但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空腹喝醋，很伤胃。每天2到3茶匙就够了。
如果你本来就有胃溃疡或者胃酸过多的问题，这一条先跳过。搭方法5，主食要越杂越好，把家里的白米饭换掉，或者至少换掉一半。单吃白米饭，血糖升得最快。如果能混搭，把白米换成五谷米、糙米，或者加点燕麦、荞麦、红豆、绿豆进去，让粗杂粮占到主食的1/3到一半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这些粗粮富含膳食纤维，就像肠道里的减速带，能把餐后血糖拉住，不让它飙升。刚开始吃可能觉得口感粗糙，不像白饭软糯，但习惯了其实也挺香的。第一方法6，主食吃1个拳头就够了。很多朋友问我到底能吃多少饭，要不要买秤去称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拿出你的拳头，每餐的主食量煮熟后大约就是1个拳头的大小，相当于约100克的熟饭。年轻力壮还要做体力活的，可以稍微多一点。但对于大多数退休的大哥大姐来说，1个拳头的主食量既能保证能量供应，又不会让血糖失控。记住，是1个拳头，不是2个。方法7，根茎类食物要当主食算，不能当菜吃。台湾的阿妈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。餐桌上有芋头、蒸地瓜、马铃薯、甜玉米、南瓜，大家往往把这些当菜吃，吃完还要再来1大碗白饭，这就出问题了。这些根茎类食物的本质是主食，虽然比白米饭升糖慢一点，营养好一点，但它们依然是糖分的来源。所以今天如果吃了2块芋头，米饭就要少吃2口。用它们来替代部分主食，而不是叠加在主食上面。这点一定要切记。癌方法8，淀粉食物放凉再吃。喜欢吃寿司或者隔夜饭的朋友有福了。米饭、马铃薯、玉米这些淀粉类食物，如果煮熟后放凉，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，叫做抗性淀粉。淀粉分子在冷却过程中会重新排列，变得不容易被消化酶分解，在小肠里的吸收率就降低了，升糖速度自然就慢了。但如果你肠胃不好，吃冷饭容易胀气，那就要自己权衡一下。还有一点，糯米除外，糯米放凉了也一样升糖快，粽子、油饭这类东西还是要少吃。吃方法9，饭菜做硬一点，别煮得太软烂。很多家庭为了照顾牙口不好的长辈，把饭菜煮得软烂如粥。说实话，这对血糖非常不友好。食物煮得越烂，糊化程度越高，消化吸收越快，血糖升得越猛。在胃肠功能允许的情况下，米饭煮得稍微硬一点，粒粒分明的干饭，蔬菜炒得脆一点，增加咀嚼的难度，降低消化的速率。这就等于给血糖踩了一脚刹车。方法10，吃饭要有顺序，先吃蔬菜，最后吃主食。请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，蔬菜是血糖的防洪堤。糖友每天至少要吃1斤的蔬菜，其中深绿色叶菜，比如地瓜叶、菠菜、空心菜、青花椰菜，至少要占一半。正确的吃饭顺序是先吃蔬菜，再吃肉蛋类，最后吃主食。膳食纤维先进入肠道，会形成一张拦截网，把后续进入的糖分、碱素拦住。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先扒几口饭，也不要1口饭1口菜混着来，等蔬菜吃的差不多，肉也吃了一些，最后再动那点主食。你会发现这样做饱腹感更强，餐后血糖也会漂亮很多。方法11，每餐都要有蛋白质。我看过很多长辈的早餐就是1碗稀饭配酱瓜，或者1个馒头夹咸菜，这种全是碳水的搭配，血糖不飙才怪。每一餐的主食里一定要配上蛋白质，比如煮面条时加个鸡蛋，吃面包时加1片起司或里脊肉，
或者配一杯无糖豆浆、鲜奶。蛋白质和碳水一起吃，不仅能降低这一餐的总体升糖指数，还能促进肠道分泌肠促胰素，帮助胰岛素更好的工作。而且蛋白质最抗饿，能让你下一顿饭前不会饿得心慌手抖。依方法12，细嚼慢咽，别像打仗一样吃饭。你是不是吃饭只用3到5分钟就解决战斗？如果是要改了，大脑接收到吃饱了的信号，通常需要20分钟。吃太快，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已经吃撑了，血糖也爆表了。试着每口饭多嚼几下，至少有意识地慢下来。早餐控制在15到20分钟，午餐和晚餐控制在20到30分钟。细嚼慢咽不仅对血糖好，对胃也好。这是一种养生的享受，别急。矮方法13，饭后半小时喝杯水或淡茶。台湾人爱喝茶，这是好习惯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喝茶的人血糖控制往往更好。茶多酚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，但喝茶有讲究，不要饭后马上喝，会冲淡胃液，影响消化；也不要边吃饭边喝浓茶，会影响铁的吸收。最好的时间是饭后半小时，泡一杯淡茶，或者小口喝200毫升温水。记住，不要喝烫茶，食道很娇嫩；也不要喝浓茶，以免心悸影响睡眠。当方法14，晚饭尽量在6点前吃完。这不只是为了减肥，更是为了给胰岛素减负。人体的胰岛素分泌能力到了晚上会下降。如果你晚上8点、9点才吃晚餐，胰岛素已经准备下班了，处理血糖的能力变弱，餐后血糖就会居高不下，甚至直接影响第2天的空腹血糖。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6点左右吃晚餐，最晚不超过8点，给身体留足够的时间来代谢糖分。导方法15，晚餐要清淡，少吃大鱼大肉。很多人早餐、午餐凑合，晚上回家开始大吃，这是错误的。脂肪消化吸收很慢，如果晚餐摄入过多脂肪，比如控肉、炸鸡排，这些脂肪会在餐后8到10小时内持续影响血糖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晚餐没吃多少主食，第2天早上空腹血糖却还是很高。原因就是晚餐油水太大了。晚餐尽量以蔬菜、豆制品、鱼虾为主，少吃红肉和油炸食品。食方法16，三餐要按时吃，作息要规律。早餐7点半，午餐12点半，晚餐6点，2餐之间间隔5到6小时。身体很聪明，它会记住你的进食规律。如果你有一顿没一顿，或者饿过头了，再暴饮暴食，身体就会开启饥荒模式，拼命吸收糖分储存起来，导致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，对血管的伤害最大。最方法17，酒能不喝就不喝。作为医师，我最建议的是滴酒不沾。酒精会损伤肝脏，而肝脏是调节血糖的重要器官。特别要提醒大家，空腹喝酒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，来势汹汹，严重时会昏迷，非常危险。如果应酬实在要喝，每周最多2次。男性每天不超过2份酒精，大约是350毫升啤酒，或150毫升红酒，或45毫升威士忌，女性减半。如果你的血糖控制本来就不好，那就干脆把酒戒了，保命要紧，减。第2类，运动篇 E， 运动是免费的降糖药。当你动起来，肌肉会主动从血液里抢夺葡萄糖来燃烧，不需要胰岛素太多干预。这叫做非胰岛素依赖性糖摄取。3方法18，吃完饭做点家务，别坐下来。吃完饭千万别马上往沙发上一瘫，更别躺下刷手机。这时候血糖正准备往上冲，
我们要赶紧截住它。哪怕不出门，站起来洗洗碗、扫扫地、整理一下房间，哪怕只是站着跟家人聊聊天，这些轻体力活动就能让餐后血糖的峰值变得平缓。哪怕只是站立，也比坐着强。癌方法19，饭后1小时去运动，把血糖消耗掉。想要降糖效果更好，就在吃第一口饭后的大约1小时出门运动。这时候正是血糖的高峰期，可以去快走、慢跑、跳广场舞、骑脚踏车，强度要达到什么程度？微微出汗，稍微有点喘，但还能说话，保持20到30分钟。这不仅能把刚吃进去的糖消耗掉，还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。对于空腹血糖高的朋友，我特别推荐健走操，效果有时比单纯走路还要好。方法20，每周做2到3次抗阻力运动，把肌肉练回来。这一条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忽视，大家通常只做有氧运动，走路、跑步，却忘了练肌肉。人过了30岁，肌肉就开始流失。50岁以后，如果不刻意训练，流失得更快，这叫肌少症。肌肉是人体储存葡萄糖的大仓库，肌肉越少，血糖越没地方去，只能飘在血液里。所以每周做2到3次抗阻力运动非常重要。举举哑铃，用矿泉水瓶练手臂，拉拉弹力带，在家做做深蹲，膝盖不好的可以靠墙蹲。把肌肉练结实了，控糖能力自然就增强了。第一方法21，不要长时间坐着不动。久坐是现代人的通病，也是糖尿病的温床。就算你有运动习惯，如果其他时间都是久坐不动，运动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建议每隔30到60分钟给自己设个闹钟，或者利用电视广告的时间站起来活动5分钟，去倒杯水，上个厕所，或者原地踏步走一走，打断久坐的状态，就能重新激活身体的代谢开关，减。第3类，生活习惯篇体，这最后一部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但它们对空腹血糖的影响非常大。下方法22，多晒太阳，补充维生素 D。很多糖友抽血会发现维生素 D 缺乏，研究发现维生素 D 不足会影响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，导致胰岛素抵抗。最好的补充方式就是晒太阳，找个阳光好的时候，不抹防晒霜，不隔着玻璃，让背部和四肢晒个20到30分钟。怎么判断阳光合不合适？看看影子。如果影子长度大约是你身高的2倍，那个时候的阳光比较温和，最适合掏法23，减腹围。把肚子上的游泳圈剪掉，摸摸你的肚子，是不是有一圈游泳圈？腹部肥胖也就是中心性肥胖，是万恶之源。内脏脂肪过多会释放发炎因子，直接对抗胰岛素的作用。即使你体重正常，如果腰围超标，男性腰臀比大于 0.9， 女性大于 0.85， 血糖也很难控制好。把腰围减下来，空腹血糖自然就下来了，这是硬道理。大方法24，戒烟这件事必须下决心。还在抽烟的朋友，真的要行动了。尼古丁会直接刺激肾上腺素释放，导致血糖升高，而且吸烟会破坏血管内皮，加速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，比如烂脚、眼瞎、洗肾。数据很清楚，戒烟10年以上，空腹血糖平均能降低 0.44毫摩尔。为了下半辈子的生活质量，把烟戒了吧。8方法25，保持好心情，别让压力偷走你的血糖稳定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生气、一紧张、一焦虑，血糖就高了？这是因为压力会让身体分泌皮质醇等升糖激素，长期处于焦虑或抑郁的情绪中，血糖是很难稳住的。
学会给自己减压，多和老朋友喝喝茶，聊聊天，听听音乐，做做深呼吸，心态平和了，血糖也就平和了。塔方法26：早睡早起，把觉睡好。最后这一条是很多人的死穴，熬夜或者睡眠质量差，会让身体以为处于紧急状态，拼命分泌升糖激素来提供能量。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睡眠浅，容易醒，这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大。我们要争取在晚上11点前上床，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。如果你能把觉睡好，很多时候第二天早上的空腹血糖就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减。好了，这26个方法涵盖了饮食、运动、作息和心态各个方面。我知道让你一下子把26条全部做到不现实，也很难坚持。我不要求你明天全部改变，你可以先挑出其中3到5条你觉得最容易做到的开始尝试。比如先从调整吃饭顺序和饭后出去走一走开始，哪怕只做到1点，对你的健康都是加分。慢慢来，把这些变成生活习惯，而不是一项任务。当然，作为医师，我最后必须严肃地提醒你一件事：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虽然有力量，但它们不能完全替代正规的医疗治疗。如果你已经很努力地尝试了这些方法，坚持了3个月，但空腹血糖还是经常超过7，餐后还是超过10，甚至有继续升高的趋势，那么请务必及时去医院找医师面诊。该吃药就吃药，该打针就打针。药物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的帮手。千万不要为了抗拒吃药而硬撑，等到并发症出来，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但你不需要一个人扛，医师是你的后盾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一句“我要稳糖”，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也给其他朋友打打气。记得按赞、订阅频道，把这支满满干货的影片转发给家里的长辈和朋友。我是李如医师，我们下期见。祝大家血糖平稳，健康长寿。